这只羚羊的胆子实在太大了，眼看野犬就在前方，羚羊非但没有第一时间选择逃跑，反而朝着野犬方向径直冲去。碰上送上门的猎物，野犬岂会轻易错过？连忙拉近距离，咬住羚羊的大腿，火力全开。吃痛后，羚羊才逐渐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野犬出手向来狠辣，似咬着羚羊大腿，便是要让其丧失逃跑能力。羚羊嗷嗷大叫，痛苦不堪，一个劲儿的拼命挣扎，似乎想要摆脱野犬逃进水里。显然野犬并不会让它如愿，每当羚羊靠近水域，野犬就会使出全力进行拉拽。或许野犬也十分明白，一旦被羚羊逃入水里，那么自己的一切努力都将化成泡影。毕竟水中还有埋伏已久的鳄鱼尚未露头，导致双方在河边持续拉扯，久久僵持不下。不过羚羊的体型相对会比野犬大许多，而羚羊也正是占着这一点，才有机会从野犬口中逐渐退回水里。眼看羚羊即将从眼前逃脱，野犬也非常着急，可不论如何使劲拉拽，都无法将羚羊拖上岸。最终羚羊就这么靠着一身蛮力脱离犬口，逃出升天。不得不说，羚羊此番遭遇实在是太惊险了。疣猪霸占水源，不给任何动物饮用。看到一旁野鹿蠢蠢欲动，疣猪果断给予獠牙警告。然而野鹿似乎很是口渴，选择了再度靠近。岂料疣猪蛮不讲理，扑面而来，发起试探性的攻击。碰上如此蛮横的疣猪，野鹿无可奈何，只好悻悻离去。喝饱水的疣猪精力旺盛，每天不是在装杯就是在装杯的路上。眼看十几只野狗朝着自己走来，疣猪一反常态，非但没有丝毫惧怕，甚至提着一对大獠牙冲上去，就要给野狗一点颜色瞧瞧。疣猪盛气凌人的态势，令一群野狗当场刮目相看。本想吃顿猪肉的野狗，或许对疣猪的獠牙也有所忌惮，竟眼睁睁看着疣猪装完杯后扬长而去。装杯上头的疣猪简直一发不可收拾，径直走向秃鹳，打算再装一波。殊不知秃鹳也绝非省油的灯，靠近疣猪之后，立马扇动翅膀展开吓唬。刹那间，几只疣猪也被吓了一跳。得逞的秃鹳顿时上头，三番五次的挑衅吓唬疣猪。懵逼的疣猪一脸懵逼，没想到自己装杯一辈子，今天竟然被秃鹳出尽风头，狠狠装了一波。经历此事，估计以后疣猪再也不敢在秃鹳面前装杯了。这头亚成年雄狮已经进入猎杀模式，此时此刻发起冲锋，便是朝着前方一群水牛狂奔而去。危险来临之际，所有水牛吓得慌忙逃窜，雄狮则挑选了牛群之中体型相对较小的水牛发动猛扑。不过水牛力大无穷，奋力摆动身体，瞬间就将背上的雄狮甩了下来。为防止水牛逃跑，雄狮竟立马将水牛大腿紧紧抱住。亚成年雄狮明显作战经验不足，去抱水牛大腿无疑犯了兵家大忌。果然下一秒就迎来牛蹄的无情踩踏。尽管每一脚水牛都使出了吃奶力气，可亚成年雄狮似乎拥有极强的抗击能力，仍旧死死抱住水牛的大腿，怎么都不放开，导致水牛束手无策，选择回头采用牛角展开反击。这场博弈不仅仅是耐力的比拼，更是生与死的较量。可多数与狮子硬刚的食草动物几乎难有胜算。好在生死攸关时刻，牛群突然杀了回来。亚成年雄狮或许也意识到自己寡不敌众，倘若继续逗留，有可能小命不保，索性迅速扭头拉开安全距离。见雄狮逃走，牛群顿时士气高涨，一窝蜂追上去，似乎想将雄狮抓来教训一顿的态势。殊不知附近狮群成员正快速跑来支援，狮群势如破竹，牛群成员无一不胆战心惊，而跑慢的水牛自然也就成了替罪羊，沦为了狮群的囊中物。野犬的吞噬能力有多恐怖？一只100来斤的疣猪鹏鹏被十几只野犬堵住去路，疯狂摩擦。倒霉的疣猪一时间不知所措，极度恐慌，而野犬则不管不顾，从后面各个方位下手。原来疣猪之所以落得这般田地，皆因咎由自取。就在不久前，疣猪发现前方趴着一只野狗，便露出破绽，一瘸一拐凑上前去挑衅。见疣猪腿脚不灵活，几只野狗立马来了兴致，准备进行抓捕。殊不知疣猪装瘸腿的目的就是为了找乐子。正当野狗靠近之际，疣猪立刻弹射起步，扬长而去。野狗可不会轻易放过装杯的疣猪，没多久就杀到疣猪老巢抄家。眼看被堵住去路，命悬一线，疣猪连忙冲出洞穴，打算逃之夭夭。显然这群野狗并不好糊弄，紧紧拽住疣猪嘴巴前后夹击。疣猪吓坏了，顿时就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。可惜疣猪先前的所作所为已经将野狗群彻底激怒，对着局部疯狂施展掏缸之举，定是准备将疣猪斩杀当场。狗海战术恐怖如斯，估计用不了半炷香的时间，疣猪就会被彻底吞噬。面对野狗的独门绝学，别说是疣猪，即便猎狗也无一例外，被野狗逮住也是同样下场，被掏得嗷嗷大叫。不得不说，野狗的吞噬能力简直强得可怕。从未见过如此勇猛的羚羊，
面对几只嗜血的野狗围攻羚羊，不仅没有丝毫胆怯，而且举起犄角就敢于和野狗硬刚。几只野狗当场傻眼，瞬间不敢靠上去抓捕，毕竟羚羊锋利的犄角随时都会戳穿他们的胸膛。野狗有所忌惮，加之此刻猎狗也跑来掺一脚，导致野狗立马疏远距离，等着坐收渔翁之利。羚羊也不回避，直接迎面朝猎狗狠狠撞击上去。猎狗还想咬住羚羊皮肤，岂料下一秒就被羚羊化解。眼看猎狗没占到便宜，野狗果断下水采取强攻，而羚羊则化作一个陀螺，不停转圈回头还击。野狗也怕被一击毙命，连忙松开羚羊的尾巴，火速撤离。看着羚羊久攻不下，猎狗则与野狗统一战线，采用车轮战术，持续消耗羚羊体力。羚羊越战越勇，犹如族群的吕布，在他面前没有一只狗能够撑住2回合。可惜实力再强，终究寡不敌众。随着体力逐渐下降，出击力度也对猎狗构不成太大威胁。面对狼狈为奸的两狗组合，羚羊唯有持续撞击求得自保。遗憾的是，就在羚羊又一次展开撞击之时，被另一只猎狗趁机偷袭。其他猎狗见状，也都全部一窝蜂围了上来。要说羚羊可实在太难了，纵使拼尽全力誓死抵抗，都无法摆脱厄运。这只乌鸦的胆子实在是太大了，竟明目张胆闯入有隼老巢偷蛋。殊不知乌鸦即将会为此付出惨痛代价。正当乌鸦吃完一颗蛋，前脚刚走，狩猎外出的有隼后脚便飞了回来，发现巢穴里的蛋被吃了一颗，有隼当场勃然大怒，气愤地叼着半边蛋壳走出巢穴，心中暗暗发誓，务必要让罪魁祸首血债血偿。很快有隼便找了一处制高点，等着偷蛋再出现。果然尝到甜头的乌鸦趁着有隼外出，再次前来行窃，而恭候已久的有隼也立刻折返，走进巢穴的一颗，双方大战一触即发。乌鸦不是对手，被暗地上一顿摩擦，见局势不妙，乌鸦选择趁机飞出巢穴，而有隼则尾随其后。结果乌鸦还没飞出去多远，就遭到了有隼的攻击。掌握制空权的有隼是绝对的空战之王，乌鸦还想飞上高空，从有隼眼皮子底下偷溜，不料却被2个爪子掐住脑袋，牢牢拿捏。落地后，乌鸦仍在做着殊死抵抗，然而杀红眼的有隼根本不给他有喘息的机会，抱着乌鸦脑袋狠狠猛啄脖子，这让乌鸦疼得顿时犹如热锅上的蚂蚁，拼命挣扎。尽管此刻乌鸦或许意识到了自己的过错，可惜一切已经为时已晚。短短时间内，偷蛋贼乌鸦便为自己鲁莽的行为付出了代价。这绝对是你见过最倒霉的猎狗，他本想捕猎陆龟，结果被陆龟咬住舌头，疼得哇哇大叫。挣脱后，猎狗扭头又跑去捕猎斑马，不料被2记无影脚直接踹翻在地。猎狗一脸不服站起来，又继续招惹斑马，怎料下一秒又被斑马的无影脚踢到晕倒。猎狗既吃不记打，刚醒过来就想欺负一下性格老实的羚羊，不料羚羊下手比斑马还重，一脚就将它踹飞出去。没了办法的猎狗只能沦落去偷鸟蛋，结果被鸵鸟发现，又是狠狠一脚。猎狗心有不甘，竟然打算把大鸵鸟拿下饱餐一顿，后果显而易见，被鸵鸟趁机一脚踢到怀疑狗生。为了填饱肚子，猎狗准备欺负下落单的小象，不料被大象冲出来，瞬间顶飞。猎狗好了伤疤忘了疼，这次仗着狗多势众，想把小狮子抓来吃掉。雄狮十分机智，立刻把小狮子托付给车上游客，随后放开手脚与猎狗火拼。结果雄狮杀回来，所有同伴都跑了，留下的倒霉蛋猎狗直接就被按在地上狠狠教训。雄狮也不解决猎狗，而是把它从4驱改成2驱，当成玩具一样游街示众。猎狗实在是太惨了。美洲豹刚出门就发现了树上挂着一只树懒，于是迫不及待就要冲上树进行抓捕。树懒被吓得大惊失色，连忙爬往制高点，而美洲豹则凌空一跃，直接来到他的面前，以为这下树懒即将就要命丧爆口了。岂料关键时刻，树懒竟拼命摇晃树枝，准备把美洲豹摇下去。美洲豹慌的一批，被吓得赶紧退往树下。谁知树懒摇晃过猛，导致树枝折断掉进水里。好在美洲豹已经逐渐走远，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毕竟美洲豹作为南美洲最强王者般的存在，环境因素造就了它一身超乎寻常的水下本领，而依仗着这项技能，便可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目标。这也导致岸上晒太阳的鳄鱼都尚未洞察周围的危险，瞬间就被水里突然冲出的美洲豹打了个措手不及。别看这条鳄鱼体重200来斤，加之惯用死亡翻滚，简直实力不容小觑。但美洲豹仅是略微出手，就能让它老老实实。美洲豹不单咬合力极为出众，近身肉搏所展现出的强劲爆发力更是每次制胜的关键所在，仿佛每一口下去都能让鳄鱼皮开肉绽。鳄鱼并非无路可逃，还有死路一条。这是黄喉貂捕抓麂子的精彩场面，在外觅食的两者不期而遇，看到致命克星就在眼前，麂子不仅没有逃跑的举措，而且处在原地无视黄喉貂大口炫着青草，
结果没有任何意外，下一秒就被黄喉貂趁虚而入，追着局部一顿乱啃。不料麂子随即一个蹬腿就将黄喉貂踹飞，随后拔腿逃跑。可黄喉貂不单身法灵活，奔跑速度也很快，这让麂子很难将其摆脱。别看黄喉貂个头不大，实则作战经验极为丰富，麂子但凡一个不留神，就很可能被跳到背上，随后顺着身体摸到脆弱的脖子疯狂啃咬，这对于麂子而言绝对是致命的。黄喉貂性情十分彪悍，野猫看到它在马路边进食，也只敢站远处观望，一旦近身，很可能会像这只豹猫一样被抓来一顿摩擦。幸亏豹猫机灵，懂得下水逃跑，否则估计小命休矣。黄喉貂胆子非常大，甚至老虎它都敢招惹。不过面对老虎的追赶，体型处于劣势的黄喉貂也不得不拔腿逃跑。倘若在户外碰上黄喉貂，千万得多加小心，最好是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，否则黄喉貂突然发飙，后果将难以想象。这头水牛实在太不幸了，被野狗群团团包围，视为了狩猎对象。几十只野狗堵在它身后，不断施展掏肛之举。如此猛烈的攻势，非一般动物所能承受。吃痛之际，兴许早就拼命逃跑了。可出奇的是，水牛并没有用犄角展开反击，更没有想要逃跑的打算，反而呆呆地站在原地，任由野狗掏肛。透过肚子下面挂个大大的肉球，能够看出水牛早就病入膏肓，加之行动迟缓，没有野狗灵活性强，导致跑也跑不赢牛角，也无法触及对方，只能沦为野狗群砧板上的肉。野狗群分工明确，一部分负责给水牛掏肛，另一部分则专门攻击水牛肚子下面的肉球。面对疯狂的双重打击，水牛嘴巴虽惨叫连连，而身体却始终勉力支撑着，不让自己倒下。但不论怎么苦苦挣扎，也已然成了强弩之末。随着四肢慢慢出现瘫软的迹象，仿佛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。见此情形，野狗的攻势更是愈演愈烈，恨不得将水牛撂倒，尽快吃到肚子里最为柔软的内脏。尽管水牛心有不甘，誓死抵抗，可惜一切的挣扎都显得苍白无力。随着体力逐渐消耗殆尽，身体也失去招架，当场瘫倒了下去。倒霉的水牛无力回天，只能是沦为野狗群的囊中物。我操！招惹大猩猩的后果有多严重？贪吃的花豹看见小猩猩就想抓来狠戳一顿，没想到大猩猩发现后立马冲过来，拽住花豹就是当场一个过肩摔。被揍的花豹很不服气，居然跳到大猩猩的后背搞起了偷袭。结果大猩猩的怒火彻底被点燃，锁住花豹就是狠狠手里干，随后揪住花豹的尾巴使劲甩飞了出去。倒霉的花豹直接就被摔成了残疾豹。嚣张的雄狮还以为大猩猩好拿捏，再次对小猩猩发动了偷袭。不料大猩猩远比雄狮想象的要可怕许多，不断抡起沙包大的拳头疯狂猛砸，这把雄狮锤的是脑袋一阵嗡嗡作响。眼看不是对手，雄狮还想拔腿就跑，结果被大猩猩硬拉回来，又收拾了一遍。大猩猩的实力真是强的可怕，动物园里的雄狮一样是被大猩猩锤的没有一点脾气。不论是水里的皮鞋鳄鱼，还是战力爆表的老虎，只要是小猩猩被欺负了，森林之王来了，大猩猩也是照锤不误，利用灵活的四肢配合强壮的身体，把老虎收拾得服服帖帖。三头狮子试图爬往树上，将未成年的2只小花豹杀死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，竟会让狮子如此残忍，连弱小的生命都不愿放过？原来不久前，三头狮子来到了花豹老巢附近狩猎，考虑到幼崽的周全，花豹妈妈选择冒险前去引开狮子。哪曾想狮子没引开不说，反被团团包围。狮子跃跃欲试，不断上前攻击，便是要寻找机会对花豹的脖子进行锁喉。然而本能的求生欲驱使着花豹奋力挥舞爪子，阻止狮子靠近。可惜不论体型或力量上，花豹都处于劣势，仿佛随便一头狮子它都不是对手。何况现场还有2头雄狮坐镇，这完全就是妥妥的降维打击。但为了家中嗷嗷待哺的幼崽，花豹也是拼尽全力给予狮子反击。只有这样，花豹才有一丝逃生的希望。毕竟弱肉强食的环境下，根本不存在任何怜悯，有的只是拳脚比拼，适者生存。明显面对3头狮子强势碾压花豹，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。双方作为势不两立的竞争关系，教训或杀死对方是狮子的必然手段。特别花豹饥饿时还会狩猎小狮子，这也使得花豹即便被揍得嗷嗷大叫，狮子都没有罢手的打算。而花豹越是反击，狮子的攻势则越发猛烈。仅是短短时间，花豹就被轮番暴走，奄奄一息。狮子也不吃花豹，直接就是丢在一边，让其他动物来清理。随后将目光锁定在树上2只小花豹身上。小花豹出生至今哪里见过这种阵仗，被吓得瞬间从树上掉下来。而狮子也不墨迹，抓来就是锁喉，将小花豹送去了另一个世界。好在狮子没有对最后一只小花豹赶尽杀绝，否则这将会是一桩灭门惨案。
倒霉的油猪鹏鹏刚出洞穴，就不幸被花豹擒住了。为了活命，油猪正奋力往洞穴方向撤退。只要被油猪逃回洞里，那么花豹的此次狩猎也就宣告了失败。毕竟油猪尖锐的獠牙杀伤力十足，一旦摆脱束缚，就会死守洞口，让花豹无机可乘。对此，花豹不敢掉以轻心，咬住油猪的面门，就是卯足力气往洞外拉拽。这也使得油猪即便用出洪荒之力，也都难以摆脱花豹的束缚。两者在洞口周旋了半天，结果油猪逐渐有些体力不支，被花豹趁虚而入，一口狠狠从巢穴里拽了出来。油猪不甘坐以待毙，立即释放神龙摆尾，企图将花豹甩开。岂料花豹趴在他的身上，如同一块狗皮膏药，怎么都挥之不去。这把油猪急得在原地连续转了10几圈都没消停，直至逐渐体力不支，才被花豹一记过肩摔，当场撂倒。这把花豹累的也是上气不接下气。很快听到咔咔声，花豹就知道有人在拍照，于是赶紧抱着油猪，转头让摄影师给他拍得帅气一些。然而油猪此刻命悬一线，可没心情陪花豹整这玩意儿，使出吃奶力气就准备逃出花豹的魔爪。殊不知花豹招式五花八门，随即一个抱抱就挂在油猪的脖子上，玩起了花式锁喉。油猪慌得一批，想打又打不过，论跑又跑不赢。而更加棘手的是，此刻花豹的爪子已经将油猪翻出了白眼，只个0.5厘米的距离就能够到油猪的眼睛。这把爱装杯的油猪吓得顿时连大气都不敢喘，生怕花豹把控不好距离，瞬间让自己秒变瞎子。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厄运专挑苦命助。话说有打工豹的地方就有猎老二的存在，不论花豹身处何方，猎狗就像装了定位一样，总能在关键时刻找到具体位置。果然，正当油猪几乎绝望的时候，猎狗出现了。猎狗看到油猪比看到自己老婆都还要高兴，毫不犹豫冲上去就将油猪的皮裤扯了下来。露出白花花大腿的油猪被吓得一脸不知所措，只要猎狗靠近上来，油猪就吓得不停地闪躲。猎狗也不管油猪乐不乐意，生拉硬拽就要拖着油猪回去掏心掏肺谈心里话。看来这下油猪是彻底回不去了。这是拦路捕抓水鼠的精彩场面。当发现水塘边有只水鼠在认真吃草，拦路立即就进入狩猎状态，悄然无息地朝着水鼠靠近。作为啮齿类动物的水鼠警惕性极强，依仗远超于人类的听觉能力，感知周围高频声音。为了防止打草惊蛇拦路，将动作放慢，缓缓前行，以确保狩猎时万无一失，给予目标致命一击。可惜脚下刚窜出洞穴的水鼠成了替死鬼，使得真正目标洞察危险，提前逃之夭夭。拦路尖锐的会戳进水鼠脑壳里，无疑是致命的，导致水鼠没有过多挣扎就慢慢咽气。得逞后，拦路并没有第一时间将水鼠吃掉，而是叼着水鼠放入水里清洗。此举不仅是一种卫生饮食的表现，更主要能够洗掉水鼠表面的土腥味。可以看出拦路吃东西也是非常讲究，直至洗了3遍，这才抬起脑袋将水鼠一点点送入腹中，以为先前逃跑的水鼠已经不见了踪影，实际上它就躲在拦路脚下的一处洞里。这让拦路很轻易便察觉，并果断用尖锐的喙持续戳向水鼠。显然大号的水鼠生命力似乎更加顽强，被3连击精准命中，竟还能反咬拦路一口，趁机逃脱。遗憾的是，还没等水鼠出去多远，又再度被拦路戳中眼睛拎了起来。当然，这么大的水鼠拦路并不敢贸然吞下，倘若水鼠还尚存一口气，那么吞下去之后有可能会遭到反噬。不过拦路十分的聪明机智，依旧使用先前的方法将水鼠丢入水里清洗，以此来试探水鼠是否还有气息。当再三确定水鼠已经没了任何反应，拦路也就毫不客气地将其一口吞下。我操！注意看，一只小猴子不知道从哪里捡来一个打火机，误以为是游客落下来的饮料，于是连忙递给猴妈，准备将其打开品尝一番。小猴子兴奋不已，跳到后面树上就等着喝饮料，而猴妈也赶紧上嘴直接开咬。透过猴妈的举动来看，仿佛早已迫不及待要将此物打开一饮而尽。殊不知猴妈很快就会为无知的行为付出代价。见猴妈研究半天没有任何进展，幼崽也是猴急的。虽然猴妈不知道怎样才能拆开此物，不过远道而来的游客经常都带着饮料上来喝，尽管猴妈没有吃过猪肉，可好歹也是见过猪跑的。每天手持1瓶饮料上山的游客络绎不绝，这让猴妈也是记忆犹新。于是照着游客开瓶盖的方法进行尝试，猴妈似乎认这一点，只要打开瓶盖就能喝到里面的饮料。果然在牙齿的加持下，短短时间猴妈就拆开了瓶盖，瞬间开心的就要把饮料倒入嘴里。遗憾的是里面却是滴水未出。经猴妈仔细打量，饮料只剩最后一道防线，也意味着距离喝到饮料仅隔一步之遥。可猴妈龇牙咧嘴咬了半天，却都以失败收场。这把猴妈着急的当即就将打火机反过来，抱着大力出奇迹的想法使劲啃咬，结果下一秒他们心心念念的饮料瞬间砰的一声当场炸开，
有了这次经历，估计猴妈以后再也不敢喝饮料了。若非视频拍下，真是万万不敢相信，带着2只幼崽的驼鹿妈妈竟冒着生命危险拦下了过往的车辆。见车辆试图从缝隙驶离，驼鹿妈妈连忙又堵到面前。驼鹿异常的举动令司机大哥很是纳闷，都说生灵拦路必有缘故，不是报恩就是求助，难不成驼鹿妈妈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？见驼鹿妈妈堵在马路中央，露出异样的神情，像是要带着大哥去往某个地方。司机大哥心领神会，便由着驼鹿妈妈带路，直至到了一处河边，司机大哥才明白了一切，原来是他的幼崽不慎落水，被石头卡住了蹄子。为帮助小鹿脱困，大哥赶紧靠近上去，尝试把小鹿卡住的蹄子取出来。可小鹿蹄子陷得太深，不论大哥如何变换角度尝试，都无法救出小鹿。为了防止遭受不必要的损伤，大哥联系了几个朋友前来帮忙。果然人多力量大，在众人协力配合下，小鹿终于成功被解救了出来。而河水长时间的浸泡导致了小鹿严重失温，暂时无法自己走路，加上路段崎岖不平，几位大哥唯有抱着几十斤重的小鹿接力送回草坪上。得救的小鹿处在原地，久久不愿离去，像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感谢着几位大哥的救命之恩。万物皆有灵，草木亦有心，但小鹿是属于大自然的，它也是时候该回到妈妈的身边了。救鹿一命，功德3000，愿小鹿往后能够平平安安，也祝所有好心人一生平安。